好，我们来看看《镜周刊》的一则独家报道，说是日本有一艘驱逐舰叫做春雨号，11月30号跟菲律宾的海军完成联合军演之后要返港，结果遭到多艘共舰尾随，取到吕宋海峡之际而且共舰有回报他们的解放军说这个电文回报是用窜经吕宋海峡。北返这样子的一个文字所以这是高市早苗的效应吗？包括您看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他就说中国的船舰在海上已经集结了，从黄海南部到东海，并且往南部这个至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而且到了太平洋所以现在日本都高度警戒。不过我们看到对岸有一个发言人，他的这个回应林健是说，中国海军海警严格按照中国的国内法还有国际法做相关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有一些人你不必大惊小怪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所以你看中国跟日本的这个紧张关系都还在持续。不过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测试的一些无人机具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关心，包括你看到这一款名字叫做龙。M9 的自杀型的巡飞无人机，因为它成本很低，可是它的航程很远，可以到1600公里，而可以携带这个巡飞这个飞弹类似的弹头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远程低成本的打击无人机的领域可以说是不断的在突破，也不断的在布局，所以对这个日本来说可以说是一大威胁，因为日本跟中国大陆的距离不到1000公里，而我们看到呢，日本也的确在启动一系列包括军事上面，还有一些战略物资的准备，包括日本启动南鸟岛的稀土开发，您看到就是这个岛屿说是自卫队严密监控，防止中国干扰所以在这边做一些稀土的相关的开发。小泉进次郎也说自卫队已经透过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还有情报收集全力确保这一些资源的调查可以在无虞的状态下进行所以他某种程度暗示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会在这边侵扰他。而另外这个战争或者紧张的局势是不是真的升高了？对岸这个因为他有讲了一些话嘛，做了一些动作，所以你看到日本防卫省在这个节骨眼、这个紧张的时刻，向全国大概2400所小学寄送儿童版的防卫白皮书请注意是儿童版他们年纪只有7岁到12岁就有很多学校跟教育部门质疑您看到还有卡通图案在上面，他们就说你这个是在渲染对中国等特定国家危机的内容，而且呢，实质上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你对小朋友发放这个，第一个他们看得懂吗？第二个你到底用意在哪里呢？而另外呢，日本政府打算也在2027年增加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这些相关的布置呢，都在中国大陆来看，可能都会引起一些警惕。包括我刚刚说到中国大陆在无人载具远程的打击现在突飞猛进。像是这一款据说是由民营企业四川凌空天行科技它制造的高超音速导弹更便宜了，只要人民币70万，大概台币310万，就可以有一个叫做御空戟1000这样子的一个武器超高音速导弹，说是对航母具备米级的命中精度大概就是1米以内这么精准这是他们宣称的可能这个近日就会公开了。可是资料显示，像是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它一枚的造价就要1324万人民币所以这样比较下来那个何止这个10倍何止100倍看起来是真的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来颠覆全球的国防市场。而另外呢，有一个重大的误击，就是爆发在美军。我们看到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媒体商业内幕，它5号独家披露，去年12月在红海执行任务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它发生了一个严重的识别错误，把2架美军自己的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误判为也门叛军的飞机把它它也发射了巡弋飞弹我们可以看到2名飞官在飞弹击中战机前弹跳逃生，可是因为它一架飞机的造价是新台币19.5亿可是战机已经没啦被打中了，
所以它坠毁了哦。所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失误哦，可以说是相当的罕见啊。赖老师，大陆已经向联合国通报了哈，已经对日本启动敌国条款，俄罗斯他们也同样的同步啊，也跟这个联合国他们也表达了，他们也要启动这个敌国条款。那就是因为联合国主要的宪章，也就是在20世界大战之后成立联合国，建立起国际秩序的它的规范，也就是国际大法的一个规范。联合国宪章规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于法西斯的德国跟意大利，那么有这个对于他实施敌国条款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也就是说，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因为是当时跟他们的主要的被侵略国、交战国，所以他们本身受到这几个国家的安全上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可以不用经过联合国，不用经过安理会讨论批准，都不用，他们可以直接宣布实施敌国条款。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向联合国的秘书长跟联合国的193个国家，包括日本照会，他启动的敌国条款了，所以他已经可以用军事行动来对付日本的国家的军队的军事行动了。那因此，当你日本的舰队到了南海去到菲律宾的时候，大陆的军舰当然就有权利开始对你实施军事上的行动，不管是跟踪，不管是这个约制、牵制，他都可以做了啊。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战胜国对战败国，尤其是一个20世界大战的侵略国日本，他中国大陆实施的一个军事，这是第一个回应。那未来这种回应会越来越多啊，因为俄国跟俄国的安全秘书安全会议的秘书绍伊古跟王毅在12月的1号、2号，在俄罗斯的莫斯科也宣布，中俄联合共打日本他们已经要对表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未来这个中国大陆跟俄国有3方面的合作，一方面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合作，2方面在情报共享的合作，3方面就是在于加倍的联合对于日本的巡逻、军演，还有就是牵制日本的军事的作用，这些已经开始对表，所以都开始启动的。那日本也不要叫，因为大陆已经启动对你的敌国条款，你以后的军舰受到大陆军舰的包抄或者是牵制，或者是跟随，或者是制裁，你都要认了，因为你是一个战败国，你本身就应该要接受，因为你主动宣布要跟大陆打仗嘛，是你自己主动宣布的，你是挑衅者，那你已经逼着中国大陆启动这个条款，你就认了，所以不要叫叫也没用。另外，我觉得大陆这边也已经在告诉日本，大陆的不管是无人机、无人战机，或者是导弹，您刚刚讲的这个御空级御空级1000的这个导弹，这个最有趣这个它是这样子，它目前试射成功了，也发布的影片了，然后为什么会引起这么高度大陆的民众的关注？它最主要是这样，它是民间的公司，它完全使用在民间大陆的民间起居能够买到的东西，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包括它的材料都是自制的包括它的这个作战系统，包括它的这个跟卫星的芯片，以及包括它的这个侦测这个监视器，它完全采用民规的，不是采用军规的。那造价很便宜，而且它可以按照标准化的生产制造，就像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汽车一样。换言之，也就是它可以量产。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管饱管够，就是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对于日本来讲是最不愿意听到的，因为它可以打到1500公里。那对于美国的在日本的军事基地跟战舰来说，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拦截的，因为它是超音速的导弹。哇，这个成本太低了，不可思议，便宜到不行。对，我们在今年的93的阅兵我们看到了，解放军把之前我们不知道的鹰击飞弹号码给补齐了，也就是15、16、17。19、20它全部补齐了，鹰击18原来就有，然后呢，它还跳号
怎么跳号呢？也就是东风系列。原来东风41，我以为这次会展出来是拉出来是东风51，结果不是，直接跳东风61。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御天级1000，其实它是要昭告这个世界啊，这个也就是乘波体的高超音速飞弹的白菜价来了。那这一个呢，也就是我们讲到它发射的这个照片了。那我们讲到这个凌空天行的这家公司，它特别的那个出来澄清一件事情，也就是它的发射，其实它还有一张命中的那个影片哦。他说这2个部分呢都是真实的，而不是 AI 模拟出来的。它最厉害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以前在研究啊，这个弹头啊，它要能够耐热，因为我们讲到高超音速飞弹是5倍音速。那它前面是陶瓷啊，我不用陶瓷，我用水泥可不可以？可以啊，它试射成功啦，它用水泥。然后它呢还有其他的很多部分呢，它用的都是比较便宜的。那但是呢，便宜也可以成功啊，也就是什么？例如说，他说他选用的这个缆线啊，飞弹里面的缆线，他说我没有使用这个航天级的，我使用呢汽车级的。也就是汽车级的就可以成功。那他使用的这个螺栓呢？他说我也没有使用航天级的，我用的是工业标准的。那但是呢，他也做出了一连串的模拟啊，也就是他如何的进行目获，然后他说他可以规避那个，也就是说他可以规避威胁。这个我们未来还要再观察一下，因为他说还会有相关的资料嘛。但是他的这个影片的最后啊，他来了这么一段，也就是呢，跟上时事就是直面对向日本啊。那我们讲到说啊，这种高超音速飞弹啊，其实是战略武器啊。那刚刚讲到说它是70万的人民币啊，那如果兑换台币来讲的话呢，它其实也就是我们讲到309万2200块。那同样都是这个战略武器我们看看我们的战略武器海鲲舰啊，那它的可是493亿6170万9000元啊。我们不要算那个前面吓死人的493亿，我们就算后面零头，也就是6170万9000元，可以买将近20枚的这个御天级的飞弹。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当中国大陆的这些武器它通通已经白菜价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跟得上。来，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日本现在跟台湾很多事情很像啊。我们在发小级书的时候，他们跟小朋友发小白书啊，那白皮书，不可思议，你知道吗？大家看日本从高市早苗上任以来，他往军国主义发展，他已经是很明显的。高市一上任宣布，本来我的国防预算 GDP 本来是后年要达到2%，我今年年底就要做到了。今年年底剩20几天了，各位朋友那大家又看到2027，他要再增加1%，1%是怎么样？那就3%了比多数的北约国家还高你可以看到嘛。过去日本因为战败，刚刚你听赖老师在讲那个战败的那些原则之外，都很清楚。那时候德国、日本、意大利他们是轴心嘛。所以我们称人家叫邪恶轴心这些国家都是侵略者嘛。那侵略者当然自由世界的这些同盟国就起来了，对不对？协约国跟同盟国就可以看到啦。那这就是这些轴心的都被打败了，对不对？那时候就是二战结束了嘛，就是很清楚，二战结束了，世界的秩序重整，联合国就成立了过去本来就是的那一些秩序完全的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看到日本，你作为一个战败国，你看每个战败国都很谦卑。意大利，你有看到他在扩张军武吗？没有。德国走到欧洲哪里都低头道歉总理甚至还跑去下跪总理到人家波兰是下跪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侵略是不对的，只有日本这个侵略者耀武扬威。然后现在你看他的军国主义是不是死灰复燃？现在。可以看到了，这些东西弄出来的话，违背他自己的宪法，
我们常在讲无核三原则，你不准拥有，对不对？你不准制造，也不准引进。现在高市也想把它打爆，三原则啊，各位可以看到了。然后这些义路的堆砌起来的话，经费要增加，然后它向下扎根，有没有看到小孩子都在学这个？我们中华民国也有，我小时候也被学过啊，我在金门小时候也被学过，我很知道。那时候当然两岸对峙，可能有战争。现在高市不是啊，他是主动我刚刚一直强调，他就是主动挑衅，对不对？他跟习近平然后见了面以后，第二天他马上跟我们 APEC 的那个代表，他还自己 po 上脸书说这是台湾的总统府之政，林信义自己 po 上，就这挑衅的意味就特别明显了。那你把日本把它往这里推，对日本会好吗？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今天整个亚洲的不平静，就是高市早苗上任以来，他所有引起的都是跟他有关啊。那台湾跟他有样学样，两边互相唱和。你今天看到的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你无视于其他别人对你的防备，还有对你的不满。那他们两个得意洋洋，他跟赖清德两个得意洋洋，好像他们都了不起。他们可以拿大陆开刀，对不对？大家看到开刀小红书，然后把陆配把它赶尽杀绝，所有这些东西他就觉得自得意满，好像非常了不起。这些都是违背人性的价值啊！是，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他到了印度去访问。导播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很罕见的莫迪他到机场去亲自接机。来，您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莫迪他亲赴机场欢迎普京的动作非常的罕见，因为来访的外国的这些领袖通常由资深的印度部的这个部长级的官员去迎接就好了，而莫迪跟普京两人看起来非常的好，他们有拥抱握手。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其实有一阵子不太好，所以呢这个普京到了印度是不是某种程度要选边站呢？所以你看到普京他自己讲，他说中国跟印度都是亲密的朋友，他不会有权利介入印中关系。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在军事上面的一些合作，印度已经敲定625亿，这是台币租借注意是租借俄罗斯的核攻击潜艇这个租约是10年。他不能派到战场去，可是可以让官兵来做训练。那印度官员11月到俄罗斯的造船厂也去看了，预计最快2年之内会接见。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两个国家在商讨重启5代机的合作，苏凯57也成了关键的选项所以你看到媒体的报道内容是说，双方在讨论是否继续在印度生产苏30 MKI， 推动新一轮的升级或合作研究空射的武器那这两个国家加强军事的合作，川普嘞，他会不会生气呢？我们先来看看欧洲现在的一些领袖级的这些人物到中国大陆去。不过我们先看到马克宏呢，他被扯进一桩这个所谓的泄密案，这是根据 Politico 的报道说有一个泄露了欧洲领袖通话的记录。这通电话发生在川普政府发布28点和平计划之后，马克宏在这通电话里头有透露说，美国有可能在领土问题上面背叛乌克兰，可是安全保障不提供或者是不明朗那这个还警告泽伦斯基必须要格外小心。现在证实的的确他们必须要小心，而且美国的确这个28点的这个和平条约对乌克兰非常的不友善那到底是谁去窃听呢？怎么样外泄这个马克宏他也警告嘛。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普京说乌克兰必须撤离顿巴斯要么自己走，要么我就把你打跑。所以你可以看到俄罗斯它其实态度已经非常的明确了，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一局可能即将落幕，可是马克宏是不是急于修补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马克宏此刻正在中国大陆访问中法就乌克兰跟巴勒斯坦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有6点的共识，大概就是希望这两个地区都可以和平，都可以安稳。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跟马克宏的互动他们此刻在都江堰举行非正式的会晤大家要知道这个蛮不寻常的，因为
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是亲自离开北京，飞去四川，跟马克宏在这个地方见面哦，两个人有见面，甚至马克宏还会跟当地四川大学的学生会面。习近平昨天在北京跟马克宏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已经讲过，双方一致同意展开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合作哦。路透社并且提到，考虑到习近平很少在国外领导人外国的领导人离开北京后与他们同行，马克宏这一次访问可以说是获得盛情的款待。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马克宏还有运动的习惯，跟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一样，他习惯慢跑，所以你看到他从北京转往广州，这是2023年的时候，他曾经跟习近平在广州市的松原举行非正式的会晤，而他在成都都江堰，大家看到他在这里做一个慢跑，那旁边有保镖，据说保镖不小心还掉进水里了。好，我们来请教这个赖老师怎么看包括马克宏的中国大陆之行，以及我们看到印度跟俄罗斯有进一步的接触了。而莫迪的动作很明显的，而且是故意的啊，他希望川普吃味一点啊，嫉妒一点啊，然后对他好一点，不要再对他这么的坏啊，所以他亲自跑去这个机场去接待这个普丁，而且跟他拥抱，这个动作姿态做得很明显，就是给川普看的，因为川普现在正在修理印度嘛，他要印度不要再买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然后燃料，然后他对印度实施这个25%的附加关税，再加上原本的对等关税，所以是非常高。我们现在看到印度的这个经济状况一直往下走，很糟糕，而且印度的卢布嘛现在跌得一塌糊涂，而且股市一直在跌这个对于莫迪来说的话，这个都是苦不堪言。但是问题就在于普丁的做法继续在挑拨印度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普丁接受这个印度媒体的专访他就直接谈到了，他说这个世界上很不公平，尤其是美国人这样做是很不对的美国人都向我俄罗斯买这个铀矿、铀燃料这个也是属于能源嘛，也是属于燃料。结果你美国可以跟我买，你却不准印度向我俄罗斯买。他说这个就是不对的嘛，你可以这个当那个什么放火你可以点灯，然后不准这个印度这个点灯等等。我觉得他觉得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事情。好，这个是挑拨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接着就被问到有关于他要不要重返 G7 的问题，也就是说因为川普已经邀请了，他说我不会回去。当初走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当初也是美国人邀请他加入，他加入了以后，最后怎么把他赶走的？现在再回来了以后，他说我尴尬，然后你 G7 的国家也尴尬，那我站在哪里啊？我回来的时候，我站主位吗？还是我站旁边靠边站，然后看你们在耍？然后接着他就被问到说，那如果习近平、马克龙邀请他去参加 G7， 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我没有意见这是中国自己要做决定的。但是问题是在于，法国在2003年当主办国的时候，其实就有邀请中国参加过了，中国拒绝嘛。那同样的道理，怎么可能习近平会参加 G7 呢？因为 G7 坦白说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咖了。在奥巴马2008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很体现到说 G7 已经不是一个咖，它起不了作用，它也影响不了了，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呼风唤雨了。因为 G7 的所有的成员国，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如果按照平准购买力，连美国都不是排名第一了。按照平准购买力，中国大陆排名第一，美国是排名第二，而排名第三的已经不是德国，也不是法国，是印度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平民购买力来，那个平准购买力来讲，英国现在在全世界排名第10了，都已经掉到后面了。它唯一能够拿出来的就是说，它还有一些科技能力。可是如果谈科技能力，普丁讲得很明白了，中国大陆现在早就碾压你 G7 的，除了美国以外，其他所有的国家。那请问一下，这个 G7 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他讲的话其实是蛮露骨，但是也都是很残酷的现实，就是你 G7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欧洲也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了，你根本已经不是一个咖了。好，我们进下广告。
好，普京拥抱莫迪，这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来请教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哈，普京当然，因为现在美国跟俄罗斯已经讲好了这份草泥哦，对乌克兰的这个要把它终结哦。虽然最近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但是其实普京自己不是非常满意啊。哦，那大家看到，当然现在还在谈。哦，白宫发言人说啊，我们现在谈都很顺利，其实没有很顺利啊。那普京跟去拉拢莫迪，为什么？因为莫迪不甩美国人说你不准跟俄罗斯买能源嘛，天然气、煤炭这些你都不准买，他照买，而且趁着你最便宜的时候大量的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印度过去他常常摇摆在这里。那你今天在看其实中国大陆最近有非常多人访问，最有名的就是泰王，50年来泰国国王去访问这我们上次在节目上讲了。西班牙的国王也去访问了。那马克龙当然更多。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欧洲这些年来在美国的手指下对中国大陆下手啊。那最有名的就是电动车课重税，欧盟啊，大家看到了。那这个税非常的重大概17%到36%的重税。他就说，因为你这个他用就说你补贴嘛，我还补贴那这个其实那时候在欧盟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讨论，很多的争执啊。有2个国家最坚持，一个是法国一定要干，一个是西班牙也一定要干。那中国大陆说好，西班牙卖猪肉嘛，西班牙卖猪肉，西班牙最近猪肉很惨，你知道吗？发现非洲的猪瘟10几个地方它其实对他来讲影响很大。大家知道西班牙的猪是全世界最好吃、最有名的，那这对他影响很大。他过去卖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当然也对他做了一些措施。法国呢，习近平对马克龙其实是非常好。他上次去在北京跟他会面，后来马克龙到广州，习近平特地南下大家可以看到了。但是法国他毕竟不像过去梅克尔这么有魅力啊。马克龙当了法国总统以后，他本来跟澳洲订了一个帮他要做潜舰结果澳洲毁约，因为美国告诉澳洲不要跟他买，我帮你做核子潜舰，不要做法国人这种已经淘汰了。结果美国跟英国跟澳洲就签了那个，法国觉得自己被背叛了。虽然马克龙也常在背叛别人，所以这次他赶快积极发现不对了，他不找中国来帮他那个，他就没办法成为大。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小舰长。其实我们刚刚讨论这么多的，无论是我们讨论这个莫迪啊，我们讨论普丁啊，我们一直忘记一个人那个就是川普，他最揪心的时候出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到上面这张图是今年的9月1号，在天津的上海合作峰会里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普丁跟莫迪坐在一部车上待了45分钟。普丁说他不会英文，可能吗？那接下来这一次我们又看到了他们2位又坐在同一部车上了，所以坐在车上然后没有翻译，也就是他们讲的事情没有第3个人知道。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另外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您有在使用小红书吗？现在最新消息是，我们看到刑事局公布了，他说小红书将遭到封锁1年。如果你在台湾有小红书的话，你可能上不去，需要翻墙软体。
这个理由是什么？哦，国安检测有15项不合格，而且呢，有很多诈欺、诈骗的案件是经由小红书来整个这个宣传出来，所以你看到小红书被禁王一川立刻说下一位抖音他直接点名说下一个可能要被封锁的就是抖音。那另外呢，当然有很多年轻朋友都在使用这一款 APP 被禁了，他们都一片哗然呐因为上头有很多美妆的啦，有很多旅游的资讯，跟政治相关的比较少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用陆委会说这不是针对哪一国的软体，因为有很多人就有反馈嘛，说你是不是因为这是中国的 APP， 所以你才要禁呢？我们看到包括梁文杰就讲，他说这是针对诈骗案、假消息，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的软体，也不是跟两岸有关。可是政府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诈骗案它被封锁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呢。根据数发部，它有公布一个排行榜。我们现在台湾被诈骗在网络上被诈骗的最高的是 FB， 有5万多件，再来是脆1万多件 ，IG 啦、Line 啦、TikTok 都有，小红书连列榜都没有列榜所以这个理由也非常的奇怪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郑丽文国民党的党主席就说，民进党现在已经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了。熟悉网络的朋友都知道，我刚刚说了，不管是旅游、穿搭、美妆教学等，很多人直觉反应就是点开小红书，所以使用的女性居多那为什么要禁？很奇怪如果要禁的话，你禁 TikTok 用的人更多就非常的奇怪，而且它的诈欺或诈骗的这个媒介也比较多嘛。我们再来看看一个社会新闻现在讲到诈欺，讲到诈骗犯，大家都觉得很生气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3号以小三通的方式遣送了10名台籍的诈骗犯返抵金门，然后呢就把他们丢在那儿所以呢陆委会就很不满而且呢4号隔天又一样没有知会的情况下，把3名诈骗犯从叫他们自己搭机回台湾，所以刑事局说他们疲于奔命。过去的这个案子处理方式好像不是这样那现在是不是两岸之间关于这个所谓的诈骗相关的法律上面的或者是通联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民进党现在义无反顾挺一次，挺的对象是日本我们看到包括卓荣泰接见了日台交流会的会长，感谢高市早苗力挺台海和平，还送了一个礼物那在这个信赖台湾之友会也组团访日拼观光，更不要说前一阵子从总统民意代表都带头大吃寿司，在整个在观光上面都有一些促销到日本去。你看到这些网红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日本名了，叫大岛中宫那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也用日文名字，这是他们直播的封面，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铺马嘛沈伯洋嘛，他叫做版本铺马。那黄杰叫高市小杰那我们看到龙山佩子，这吴亦佩都取了日本名字底下的这个字看起来更搞笑了。他说马关条约续约了，日本名字想好了，什么意思啊？大家有念过历史吧？马关条约是把我们台湾割给日本所以意思续约是要把台湾再割给日本吗？我们的国会议员在直播是直播这个好尴尬我们再来看看国际社会挺日的力道看起来其实蛮弱的，没有什么人在声援啦薛瑞福更说，恐怕因为川普政府希望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所以大家保持沉默。那俄国外交部是连续3周批评高市错误的言行。德国又给高市上了一课，这是来自对岸的报道说是德国跟波兰最近呢有做一个政府之间的磋商德方将永远铭记2战时期纳粹德国对于波兰造成的深重伤害，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的一般舆论认为日本完完全全不如德国，并没有深刻的反省。来请教董哥。当然没有反省大家知道日本那时候占领台湾的时候，在台湾杀了60万人其中最多的最大的那一场就是在台南我们所知道的西来安事件。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余清芳领导了对抗日本人，结果全部被杀害日本人抓到他们以后是怎么样？是用铁丝把他们脚跟手穿越
就这样绑起来，你知道吗？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了，哦，就你现在看日本那时候的残暴，再看到现在民进党的态度，哦，难怪很多人讲民进党的哦碰到日本人跟狗一样，哦下跪，哦，这讲得这么难听。那各位朋友，你可以想象看，最近当然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它有一些冲突，最主要的来源是高市早苗嘛。因为大家想一想看，这2天啊，昨天有一个新闻出来说高雄要参选的赖瑞隆的儿子跟人家冲突，赖瑞隆说我儿子先打了就是不对，先出手就不对。高市早苗跟中国大陆是高市早苗先出手啊，对不对？他平白无故去讲啊，那他讲了以后，就说谁主动？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很多人讲中国大陆很多做法，我们也不以为然或怎么样，当然可以这样讲，但是我就是挑衅了这一方啊！大家看到了，挑衅这一方，无论如何，在舆论或在道德或在法律上，他的罪过都是比较大的。那台湾现在是全世界最力挺日本的，美国不挺，德国不挺，俄国这些人更不用讲。那大家看了，台湾又怎么挺？因为日本是要帮台湾搞独立的，台湾人有没有这么多人主张独立？没有，民进党是少数党啊，民进党在国会是少数啊，赖清德得票是40啊，可是他认为说我就执政，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大家看到了那些民进党的国会议员那种嘴脸，看到真是令人摇头啊！马关条约又来了，是不是又要续约了？那马关条约是这100年来最大的欺辱啊！就是你被割让给别人，然后你是做人家的殖民者，对不对？大家看到情况就这样。其实这种都很近代内的历史大家印象都很深刻，也不可能伪造。可是最主要是日本的态度很恶劣，他拒绝承认他南京大屠杀也拒绝承认，慰安妇他也拒绝赔偿，他赔给韩国人，不赔给台湾的。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起你嘛！你们在我面前表现就像一只狗，我为什么要赔你们？各位可以看到了，几年前我们跟谢龙介大家想说，我们也弄一个慰安妇的铜像，比照韩国人。韩国人把慰安妇的像把它放在日本驻韩国领事馆前面，结果在台南一直被驱赶。那时候龙介当台南市党部主委，大家可以看到，那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很愤怒的。结果更愤怒的是，有个日本的游客来这边，他去踢那个铜像，我不知道各位都还有没有印象？你可以看到，日本不把台湾当作，他还是把你当殖民地啊，他不把你当作正常的朋友啊。所以你今天看到情况，就是我们政府一味的奉承，那日本人怎么对待你啊？日本人收买我们3个工程师，台积电的工程师，要偷你的2奈米，不是吗？东京威力啊。大家看到情况就这样，你每天叫他大哥哥，他现在在想方设法从你身上，把你家最好的东西要拿走啊！各位看到就这样，我讲人要有点品格，有点气节，好不好？民进党看到日本人完全没办法，跪地投降舔日，他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说，台湾可以在中国大陆跟日本这2边，我们不站边也可以啊，但是我们一味的奉承啊。你知道事情发生没2天，赖清德跑去台南找他最好的朋友志明，电台主持人志明，康银寿国策顾问说志明兄赶快组团去日本，表示我们台湾的温情组个200-300人了，现在好几团都去了，你知道吗？那这个当然对日本来讲，哎呀，你看全世界都没有人在挺我们，最挺我们就是台湾就再可以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你要看到了，台湾我们自己的媒体报道好像我们很受人家欢迎，其实我们是越来越孤立，这是非常清楚的。我刚讲，其实最重要的高市早苗是主动挑衅，他可以把他当了首相以后，他内心过去的表达或怎么样都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关系啊。但是对日本会不会好？对整个亚洲会不会好？大家其实可以想象嘛。那我们今天看到他的做法，就很多人，日本也很多人讲说，你这个是干嘛？你接下来你要去靖国神社参拜了吗？像你过去在野的时候，所以你今天看到情况，你主动挑衅，那你最后即使中国大陆跟你2败俱伤，你的伤还是会比较重的。是，来赖老师。
我们都是参与这个新媒体的一个工作人员不管是在于这个 YT 或是脸书，或者是在大陆的一些媒体，我们都有在努力的在经营工作。但是我们很清楚的认识到一件事情，它是一个事实，就是小红书不碰政治。大家都知道，小红书是所有的新媒体中最不去碰政治的，它政治性是最低的，它几乎不碰。所以台湾的年轻人跟大陆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很多，例如说美的啦，哪边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或者好用的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知识、有用的讯息给很多的年轻人，然后他们觉得有这么一个平台，他们可以在那边来去收集他们所要的，怎么样拍照拍得好看，哪个地方的打卡点好，哪个地方的东西好吃，哪个地方的彩妆可以画得最好最好看。所以很多的这一类型的新媒体的人，他们都从事这个工作，也提供给好多人很快乐的一个丰富的资讯跟平台。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他对于台湾的大学生、年轻人影响力最大。结果就要被关了。所以老师认为是这样，我认这个原因为根本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 TikTok 的这个使用人更多对，但是它是三教九流，他们什么人都有。可是小红书是对年轻人影响力最大，可是它不碰政治。然后但是民进党却用诈骗的媒体来去说他，说对最多的诈骗犯。可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诈骗媒体中，小红书绝对不是排名前面。对，因为它是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一般来讲，他的所可用的余额并不高，最高的还是退休的老人家比较高。对，好，那因为他们是代表选票，就从他们那边下手。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民进党去修理他们、剥夺他们的权利，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我个人的经验，我想我有很多好朋友，有很多的网友，他们都有跟我反映过多少遍，我也公开的做影片来澄清。其实坦白说，盗用诈骗最多的，在我的经验中，当然没有客观的科学根据。可是如果按照数位部所公布的，跟我的经验是吻合的，脸书排名第一。的确，脸书就是伪造我或者疫情我们的一些影片作为诈骗集团的，排名第一应该是脸书。如果今天民进党当局要把这个新媒体要把它下架，坦白说，你找的诈骗的这个理由，你应该第一个要下架的是美国的脸书 Meta，可是你不敢 ，IG 你不敢 ，Thread 你不敢，为什么？因为你只敢去弄大陆的，你不敢弄其他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应该的，而且对于台湾的年轻人，你直接去攻击他、羞辱他，然后要去剥夺我们年轻人的他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是真的不应该这样做，真的是太糟糕了，怎么可以剥夺我们年轻人的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应该，再加上不应该。好，我们实在是不愿意骂脏话，就是很生气那我在小红书没有平台，所以观众朋友不用担心，我不是为我自己说话。如果有的话，那个都是假的。对，都是假的，我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官方认证。可是我现在上小红书还是上得去，对，还是可以没有，他是要关，还没有关，要嘛，即将。即将 ，OK， 不应该的民进党当局，你不应该欺负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再强调，不要欺负台湾的年轻人。好，那另外一个，坦白说，日本高市早苗的做法，它凸显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这个残酷的事实就是日本没有朋友。我觉得日本真的是已经印证了川普所说的一句话是事实。川普说，日本是盟友，但不是朋友。你看，日本真的是很多人的盟友，但是没有任何朋友。美日韩不是坚定的军事三角同盟吗？是。美国、韩国不站在日本这边 ，QUAD， 印度、澳大利亚、美国不站在日本这边 ，G7， 欧洲的所有的国家加加拿大跟美国都不站在日本这边。日本竟然全世界一个朋友都没有，他只有一个小萝卜头、小跟班，那就是民进党当局台独的。来请教舰长怎么看？
刚刚赖老师已经从他亲身的经验讲到，其实诈骗最多的不是小红书啊。那我也相信赖老师也不常使用小红书。那我们到底谁一天到那个谁曾经在什么平台中被骗呢？其实这个问苗博雅议员最清楚，他直接就在脸书上被骗，不是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苗博雅这个议员只是个案吗？哦，不是哦。如果我们来看啊，这里是有进行统计的，最多的第一个蓝色的，也就是 Facebook， 第二个最多的，也就是第二个最多的，其实呢，它是落在这个Trace。所以大家用 Trace 其实要小心啊 ，Trace 上面也是很多诈骗的啊。那其实为什么他要这样进来？那我这里也有我的个人不同的答案呢。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台北市广告代理商同业公会它的一个统计，也就是如果以去年2024年下载最多的是IG， 可是第二个就是小红书哦，也就是以前可能没这么多人用，可是未来会这么多人用，越来越多人用。对，那而且呢，我们再继续看呢，如果按照台湾传播调查资料库的这一位，我们看到啊，林高贤老师他的统计啊，如果我们按照这样国高中学生使用的1、2、3、4、5，还排名第5。小红书就在第5，那所以呢，现在他就是民进党啊，他要直接的把这一些国高中学生使用这个小红书的直接给掐掉，也就是以后不让你用，不让你接受这个对岸的资讯。那对岸的资讯影响的是什么？其实小红书的最主要呢，它是在分享一些开箱体验啊，或者是产品评测啊，这个其实就是刚刚我为什么说赖老师很少用，因为都是女性比较多，而且呢，通常都是18岁到30岁的女性。原来女性不想怎么谈政治的，这会可好被你们逼上来，非谈政治不可了。那结果呢，小红书会吸引这些年轻女性，然后你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些产品之后，你就会去想要买啊，透过淘宝。然后淘宝呢又拉动了整个消费，然后这也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说国内的2个电商平台，其实他们的销售额哪怕是双11的状况都不好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他们不但要掐掉年轻人对接大陆的一个管道，第二个也就是他们想要挽回消费。不过我们这样讲不自由当初的南海血书讲的，连电线杆都会自己绕跑，不是这样吗？那其实我们这么说我们常常在这个无论是 YouTube 或者在 FB 上面看到这个大陆的观众跟我们台湾的黑熊以及青鸟对决然后呢，我们台湾的青鸟跟黑熊常常笑对岸的网友说你看看你们翻墙，结果现在变成我们要上小红书也要翻墙了。最后只是证明一件事情，大陆网友说的，也就是我们看到他说我们的民主其实是民主结果现在还竟然成真了。